大家好，你敢信嗎？我第一次感受到中醫的厲害，竟然是在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啊！我之前一直就覺得中醫是治不好人也治不死人，就僅限於我在落枕的時候呢去做個推拿，做個按摩。但是呢，我前段時間飽受後背疼痛的上背部整個以面的形式陣痛，連呼吸都痛，每天晚上3點準時疼醒，呼吸吸氣的時候就連着胃。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內臟，反正就是一呼吸它整個背疼，然後連着內臟不知道哪兒疼，已經連續1個禮拜睡不着覺了。然後我就說我在 Vegas 找個中醫，先給我推拿一下、按摩一下，給我鬆快一下。我就找到了這家關醫生啊，真的是很厲害。他給我把完脈以後針灸，當天晚上就能睡整覺了。第二天我就明顯感覺到好了70%，就這個疼痛啊已經好了70%了。還沒到第3天呢，我這整個後背就完全不疼了。然後我就跟富貴分享啊，我說這個找了一個特別厲害的中醫，然後而且還乾乾淨淨，那個地方也特別新。然後富貴瞬間就覺得，哎呀不行不行，我脖子疼脖子疼，想我也就去感受一下中醫的神奇。這不今天就帶着他來整一整他這個脖子。咱也不知道他是真疼還是假疼，反正自從我說這中醫特厲害，他就瞬間覺得哪兒也不對了，就覺得就必須得去整治一下。自動駕駛現在升級到了14.2.1了，據說等到了14.3的時候就能實現完全無人監督版的自動駕駛。現在更新到這個版本呢，是在擁堵路段，就比如說開得比較慢的時候，或者是比較平穩的時候，它是允許你看手機了。就不会像之前你必須得面朝前方，現在就可以看手機了。我们现在升级到了新的自動駕駛，所以基本也不用他脖子開車。本來你也不用脖子開車呀。我脖子是真疼，我脖子是往邊扭啊，就是扭只能扭90度了啊。然後哎，富貴說往左邊能只能扭90度了，差不多75度。你90度，你原來難道你能扭180度嗎？你貓頭鷹啊！馬上就到了，看看今天它這個升級過的自動駕駛有沒有改進停車。呵，怪挺猛啊！你要摁一个停車場，現在已經是停車場了，現在已經是停車場了。不停啊他，哦停，哦他好像是比較喜歡倒進去哈，他好像停車都是倒着停。我覺得他是為了他再走他方便。哦，喲呵，哎呀，他要打精確，很精確的打正了輪兒，他打正了嗎？打正了沒有呢，現在還沒有，現在打正了。非常好，不錯啊，這車停的，那車停的還是挺正的啊。這裡就是 Progressive Medical Solutions， 這就是關醫生的診所。哎，你好 ，Hello， 關醫生 ，Hello， 好久不見，這我老公。哎呀，你好厲害，我的後背直接好了。是嗎？嗯，可牛了。這裡這麼大？對，這裡邊乾乾淨淨，你看裡邊好大，特別大。然後現在因為是周日，那邊是西醫是吧？這裡面是西醫，然後這邊是中醫，就關醫生。你看和傳統的老中醫樣子好像不太一樣哈。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，我就覺得，這能把我治好嗎？沒想到一次針灸就把我的後背治好了。對了，我上次說我那個濕氣重是怎麼的來着？要我吃啥還是怎麼的來着？上次濕氣重就是分2方面嘛。首先第一方面就是你本身脾胃陽虛。就你陽虛過食生冷啊、寒涼啊這一類東西之後，就會導致整個的身體出現一些就是寒濕的症狀。第二種就是外濕，本身就是說那個天氣涼了你這個不注意這種防寒保暖，會導致身體的這種濕氣。所以我就是喝啤酒喝多了，喝啤酒喝多了，涼的冷飲什麼這些牛奶、咖啡這種寒涼的東西吃多了，這我都愛喝，咖啡牛奶也不行。咖啡牛奶也不行。今天還要把脈嗎？
看看有没有比上次好一点。伸舌头。又伸舌头。我是第一次在美国见到拔血罐的，上次给我驚呆了，这次给大家也看看什么是拔血罐，因为我的膝盖不是也不好吗？上次关医生也顺便的给我治了治膝盖，瞬间就不肿了，反正过了2天它就不是很肿了，就是拔那血罐拔的，惊呆我。今天还要放血吗？今天上次放了大概多长时间了？得了，能有1周2周了。2周了啊，可以了。可以再放一下。一般这种放血它是一个治疗过程，一般就是我们放血的情况下，就是配合着3天或4天放1次，前期是这样，后期可能说是10次针灸里头可能放2到3次血。上次关医生不是给我做针灸嘛，跟我说，你还是做完针灸再看这个针吧，这何必老长？我说这么插不得插到我胃了？他说不，他说他给我针灸他是横着插，对，平刺，他沿着经络嘛，沿着经络平刺。针灸人他是这样嘛，就我们研究的经络就是这样，人体最长的经络就是膀胱经，它是从两侧一直从后背一直到腿嘛，所以说它每个经络气血上面这个穴位上面都有它的对应的穴位，像什么肺腧啊、心腧啊、脾腧啊、肝腧、胆腧啊，它对应的就是你身体的5脏6腑。所以说这条经络通开之后，它相应的这种脏腑的这些机能它都会激发出来，就是起到一个治療和調理的作用。这真的管用。然後上次還給我腦門上、頭頂上還扎了一個，給我對。百會穴它就是一個6陽之會嘛，6條陽經匯聚之處，它調節陽氣生陽這種狀態是特別好，比如說頭痛啊、失眠啊這種健忘。它是插到骨頭縫裡嗎？平刺，它也是平刺，也是平刺。它因為你頭皮它很薄嘛，它不可能直刺進去，一般都是以斜刺、也是平刺為主。對，所以這個手要很厲害，因為我在美國之前針過灸，然後用的都是那個這麼長的針，然後上面套一個塑料管，然後就是它好像是對準哪兒，然後啪一拍，然後把那個管一拿，是那種小的針。套管針，它就是套管針，對，它很多都用那種的針，對。咱國內是不用那個是吧？很少，對，很少，因為這邊就扎針扎習慣，基本上都是用徒手扎針，對於針灸的這種技術包括指力要求是特別高的，所以說。所以都是要你讓手要很有勁兒才能扎進去，然後要有那個手感。對，它也不單純是手的勁兒，它不像說咱幹活那種蠻勁兒，它有時候你用大了針就彎了，用小了扎不進去，它是那一種就是怎麼說叫寸勁兒，寸勁兒，就是你有那種感覺之後才能扎進去。所以呢，你們是不是原來學的時候就那個基本功就是練功啊，練指力啊，武林的那種什麼一指禪啊，扎什麼瓶蓋啊，原來練指力都拿那種練，扎信用卡，扎信用卡，呵，對，這是一個診療室，哇，這麼大，這裡，咱們的中醫總共有幾個診療室？現在目前是4個，4個，對，剛看診這個，還有這個，一共4個。所以第一步就是用那個筋膜的那個東西放鬆筋膜。它這個斜方肌，因為剛才檢查過嘛，這個斜方肌本身比較緊張嘛，所以說這個要給它進行一個鬆解。這個不算推拿是吧？它這是怎麼說呢？它其實按嚴格來講的意義是，它是推拿裡邊一種，但是呢，它起到一個鬆解肌肉筋膜的一個作用，它滲透力要比指壓要強很多，對，鬆解的效果要很多。對，所以我上次就覺得您給我鬆解完了，然後再做那個針灸，就效果特別好，就立竿見影，因為它是打到比較深處了。那這是在臨床中總結出來，首先要把肌肉放鬆，這樣呢，它在扎針的過程中，它就不會感覺到特別的疼。我就沒有扎過針灸，是吧？你沒扎過針灸嗎？沒有。哎，今天讓你感受一下，今天讓你感受一下針灸的魅力。人的固有思想中，可能是中醫是比較慢的，它是個慢調的過程。但是它中醫也有很多治療急症的一些案例，比如說你像做有急性的心梗、休克，其實通過中醫的治療，其實完全可以很快，它不能說給你治好，但是它最起碼它可以延長你搶救的時間。就像之前我們在飛機上有那種患者，就是心臟病突發了，可能扎一針內關穴急救，它慢慢就是會甦醒，它不會說急到啊，就是搶救不了，沒有西醫，沒有設備，它就會等死那種狀態，不會，對，它會延長這種治療的這個時間。對，所以現代醫療其實是應該中西醫結合，其實是比較好的。急則治其標，緩則治其本，這是就是一項的一個治療原則，就是你有急症了，是選擇西醫手術無可厚非，但是說你要是想調，從根本上來調節你臟腑，怎麼不生病，哎，通過中醫來調。像我們在美國抓藥的話，吃中藥是怎麼吃啊？其實美國其實來講的話，其實怎麼說呢？按國內還不是特別便利。
你像国內醫院基本上都給你抓完之後給你煮好拿回去，這邊就得靠你自己去煮了。所以說這邊我開藥也是比較慎重，就是怕自己不会煮，出不來這個藥效。出不來药效，反而就還不如不吃。对，影響這個治療的這種。但是這邊是有抓藥的地方，有抓药的药房，我可以给你開方，完了去他那兒拿，他给你包好了，反正就是你需要自己去回去煮。那這邊的藥你覺得好嗎？中藥啊，這邊藥實話說是挺好的，因為這邊我當時因為我也吃嘛，我首先我給你開之前我也想看看這个药到底是怎么樣的，這個質地啊，包括藥材的質量啊，說實話比國內的好。比國內好。北京是在醫院嗎？在醫院，對。在哪個醫院？北京中醫院。今天富貴解鎖好多第一次，第一次針灸，第一次放血。我現在我來弄個腿，我的治一下我的膝蓋，給大家看看，我還帶着我中老年人的護膝呢，我的膝蓋。上次針灸，拔完血管完了以後。不腫了，之前一直這兒是腫着的，所以您這兒也是有那個玻璃罐的，也有玻璃罐。玻璃罐一般就是走罐啊，或者說是那種寒濕不破血的情況下用這個玻璃罐。對。但是玻璃罐，我聽他們說，我之前拔罐，我朋友之前在那個診所工作，說很多診所它都消毒不乾淨，對吧？反正我就避免這種交叉感染，一般我都選用這種塑料的這種。一次性的罐，用完之後就扔了。對，我上次用的就是這種一次性的罐，但這種造價很高哎。那這種你用一次，安全，用完就扔。對，这玻璃罐也是消毒，但是都是不破血，一般就是沒有傷口的情況下把口罐扔。疼嗎這？有一點兒，沒有上次疼了。然後現在我能蹲下了。這個用的針就小，是不是？比那短點。但是也比傳統要長點，稍微有點疼啊，可以接受嗎？可以。哎。哦呦呦呦，哦呦呦，哦呦，哦呦呦呦，哦呦，这可以看。其實沒有很疼了，就是它是有點麻脹、酸脹。其實一般就是扎膝蓋，基本上扎5針就行了，吸5針效果特別好。吸5針。因為它這兩根針其實長短是一樣的，為什麼一個露出針柄這麼長，一個是露出這麼長呢？就是因為你兩側的這個膝關節的骨縫的密度不一致了，這邊有增生，這邊相對於還好一些。相對於好一些的原因就是因為它骨縫比較開，所以說你在活動的過程中它不會疼。所以說這個針直接能扎到你那個骨縫之間啊，這個是效果最好的。這種為什麼扎不進去了？是因為你骨縫密度太低了，就是相當於增生的比較嚴重，所以說它這個就扎到一半扎不進去了。但這種情況下就不要往裡再深刺了，這慢慢刺激刺激，讓它自動慢慢時間長了，氣血循環開了，它自動可以打開，慢慢就好了。所以說就是一般膝蓋都是扎這5個地兒。基本上一般情況下吸5針是吧？吸5針對，完了之後呢，還有很多就是像老年人他那種膝關節疾病的話呢，可能要配合火針一些治療。就是火針它是怎麼說呢？它是用酒精燈，那個針是特制的，就是說是錳鋼合金的，它燒完之後燒紅了之後扎進去，完了不留針，扎完之後再拔出來，它通過這個熱量將這個膝關節周圍的這種寒濕啊給它去除掉。這火針在國內其實來講的話也挺受歡迎的，尤其這種老年人這種風濕性關節炎，用火針治療效果很好。哈哈哈！我在這烤我這個腿呢，富貴在這烤他的背呢。等烤完了應該會再放血。希望這個腿快快好起來，我就可以健身了。我覺得在美國能找到一個好的中醫真的是很不容易，而且還真的是有療效、有技術的。非常不容易，我感覺這以後我這腰酸背痛腿抽筋兒就有勁兒治了。我剛才剛扎了個針，針了個灸，然後現在該我放血了。我感覺你那架勢要給我放血。我躺平。躺平。先要揪起來，對，找對位置先。所以就是有沾血的都必須用這種塑料的一次性的。行，这会儿血出來，你這個腿就能鬆，這會兒鬆實多了。哦，哇哦，好厲害呀！直接就扔了。
這回去会輕是吧？对，它有的时候会轻，反正你应该是没什么事儿的。吸气，呼，吸气，呼，来吸气，呼，来第5，颈椎的第5节，放松这个位置，角度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来吸气，吸，呼。哎呦，我操的嘞！OK 了，就回去了。对，这儿也疼。这儿，对，它两侧偏移，这是第4。颈椎第4节。像这种角度就要再往上抬一下。对，吸气，呼。哦呦，这个也是经常会错位。因为你本身你工作低头时间长了，它就会这样。它关键你就保持一种僵硬状态。它时间长了，肌肉一緊張，這側硬，這側軟，它就會把這邊給拽到這邊了。所以兩個肌肉是不平衡的。但正骨呢，其實做可以做，但是就是說不要長期做，就是你平時自己拉伸就 OK 了。長期就是如果說依賴於正骨的情況下，對骨關節它容易滑脫。所以這個頻率還是要有專業的醫生來控制住，控制好。對，謝謝關醫生，不客氣，下次見。需要隨時來找我。好嘞，好嘞，有需要來找關醫生哦。拜拜。治完了以後，直接自己開車了，不用自動駕駛了，脖子可以擰了。你覺得咋樣？我覺得特別好，是不是特別好？我覺得咱們以前其實就是咱們有一個誤區，咱們以前老叫中醫按摩。其實應該把那個中醫倆字給去了，就是按摩保健。對，你看關醫生根本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動作去按摩，他就是拿那個筋膜棒撥楞撥楞，然後給你針灸，就非常厲害。對，我其實回想了一下，我好像沒有看過中醫。你有沒有覺得就輕快很多，輕鬆很多？後背脖子特別輕快。對，它不是那種單純的按摩給你疏通經絡，它是給你把整個打通。而且我覺得在美國。能找的中醫，找一個中醫就已經挺不容易的。能找個厲害的中醫，找一個好中醫就難上加難了。你要關醫生在 Vegas 其實很有名，我之前是不知道啊。拉斯維加斯的華人很多都知道拉斯維加斯來了個新的中醫啊，因為他才來了1年嘛，手法呀各方面經驗都沒得說，真的。提我管事兒啊，提我管用，朋友們，給大家謀的福利，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，拜拜。